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介绍由木村尚义所著的《狡猾的思考方式》这本书，突破思维的极限。也许您听说过横向思维或水平思考这样的概念，但可能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，或是如何实际运用。本文将为不太了解这些概念的人做一个详细的解说，请大家务必在实际生活中活用这些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什么是横向思维呢？第二，横向思维需要具备3个能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那么什么是横向思维呢？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通过质疑前提和常识，从而产生全新的想法的思维方式。不过，仅仅这样说可能还不够清楚。与传统的垂直思维不同，横向思维不追求唯一的正确答案，而是鼓励探索多种可能性，寻找非传统的路径来解决问题。我们的学校教育常常让我们误以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但在这种思维模式下，很难产生全新的想法，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，所以就不再愿意接受其他的意见。此外，当存在2个正确答案时，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2种观点共存的可能性，那么就很难想到如何将2者的优点结合起来。而在横向思维的情况下，我们会尝试将这2种观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这种思维方式是如何运作的。当电梯拥挤时，你有没有因为无法按下你要去的楼层按钮而感到烦躁呢？假如您是设计电梯的公司人员，你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如果用横向思维来思考，您可能会想到让乘客在进入电梯前就能按下停靠楼层的按钮。虽然这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，但它是多种思考方式中的一种。这种想法是基于对电梯内才按按钮这一前提的质疑：为什么不能在外面按呢？为什么不能在进入电梯前就按下楼层按钮呢？通过质疑这些既定的前提，我们能够产生全新的创意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为了进行横向思维，我们需要具备3个能力：1、质疑的能力；2、抽象化的能力；3、利用偶然的能力。这里我将重点介绍更具实用性的抽象化能力。那么，所谓质疑的能力，就像孩子那样，不断地问为什么，追问事物的真相。这种能力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呢？让我举个例子。过去的手机多是翻盖式的，那时候，如果我们质疑为什么手机必须是翻盖的，并且思考手机其实不需要是翻盖的，那么我们就可能创造出智能手机。由此可见，质疑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能力。质疑和抽象化是思维中的2个重要概念，它们可以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现象。事实上，这种质疑可以应用于任何事物，比如为什么灯具要有灯罩？为什么花要种在盆里？为什么许多家庭用塑料袋来装垃圾？塑料袋的使用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，尤其是在填埋场和海洋中，是否有更好的垃圾处理方法？为什么水瓶有塑料盖？真的有必要使用塑料盖吗？是否有其他材料或设计可以更环保或更方便？通过质疑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物，我们可以产生许多新的想法。大家也可以试着运用这种质疑的能力。接下来，我们谈谈抽象化。在这里，我想提到 NASA 的一个笑话。过去，俄罗斯和美国在开发宇宙火箭时竞争激烈。在某次任务中，他们发现太空中无法使用普通的圆珠笔，于是美国投入研发，制造出能够在失重环境下使用的圆珠笔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则选择了使用铅笔。这里的关键是将圆珠笔抽象化为写字的工具。既然是用来写字的工具，实际上用铅笔也是可以的。这就是俄罗斯的抽象化思维方式。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明了，也许有人会说，当然可以用铅笔啊。那我们再假设一个场景，假设您被带到了一个无法使用铅笔或圆珠笔的地方，你会如何记录实验结果或笔记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复杂。如果您需要在纸上记录，可以用打印机；如果不需要纸，您可以用手机记笔记。
这里我们将记录这一行为进行了抽象化。那么接下来我将解释如何进行抽象化的训练，例如如何看待用铅笔书写或记录这件事，有许多不同的角度。就像这样，我们可以尝试为一件物品铅笔思考各种不同的用途，将它作为书写工具、记录工具，或者甚至是用来指示的工具。作者建议可以尝试提出大约30种不同的思考方式。此外，在阅读本书时，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，那就是将负面转化为正面。例如，如果您被诊断出某种健康问题，可能会感到沮丧，但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机会，促使您更加重视健康，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从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。又或者人际关系中的冲突，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，您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增进理解和改善关系的机会。通过沟通和解决冲突，你们可以建立更深厚的关系。此外，还有一种可以应用于商业的思维方式，即利用对方的力量。这种思维方式分为4种类型：附带鲨鱼型、寄生虫型、寄居蟹型，以及弱者支持型。首先，最容易想到的附带鲨鱼型。简单来说，比如因为汽车销量非常好，所以推出汽车相关的用品，这就是一种利用对方力量的简单方式。其次是寄生虫型，比如有一本书很畅销，比如《被讨厌的勇气》卖得很好，于是有人出了这本书的解读书或批判书，或者做了解说视频。这种寄生虫型方式实际上有可能导致原书的销量下降，虽然略有争议，但也是一种利用对方力量的方式。然后是寄居蟹型，这种方式与寄生虫型稍有重叠，但更倾向于共赢关系。尽管近年来这2种类型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，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用对方力量的方式。最后是弱者支持型，这个类型意味着人们往往会支持弱者。例如，如果您是一家排名第2的公司，不要试图隐藏这一点，而是可以宣传我们是排名第2的公司，因此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为每位顾客服务。通过突出自己是第2名的这一点，反而可以提升品牌的认同感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用第1名力量的方式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，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3个要点来锻炼至横向思维、质疑的能力、抽象化能力以及偶然性。我们练习了表达方式，并且最后解释了如何利用对方的力量。大家对横向思维有了怎样的感受呢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，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维技巧，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